傻子，傻子，你没死，你还活着。傻子，不认识我了？我呀，傻子。大胆奸佞，你可知道你面前的是大梁的3殿下？昨日顿时被陛下册封为少帝，你敢叫他傻子，你不要命了？真的，你竟然是3殿下，还成了少帝。我赵林竟然跟一个以后要当帝王的人一起流浪了1年。哎，那你以后是不是能随便封我一个讨嫌的官职，对吧？好，姐姐。哎，我可没伤害他啊，他自己在这儿，不信你问他。当时少帝正在昏迷，我误以为你伤害了，现在误会都解除了。那解除了，就给我解开吧。现在还不能给你打开，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你要问什么？我都回答你。面对如今的我，你可后悔？后悔什么？你弃之敝履的乞丐，我们竟是天皇贵胄，是一个看不起的存在。你难道不后悔吗？你的思路怎么变得这么清晰？你不傻了？我为了救你，差点被人打死，你却把我丢弃在荒漠之中，不顾我的死活。我没有。若非母皇将我寻到，我现在早已死去。此时此刻，你得知我身份尊贵，便恬不知耻的跟我拉关系，甚至不惜叫我姐姐。你以前叫我傻子、疯子，甚至叫我滚，你都没有叫过我姐姐。你甚至让我给你封个官儿呢，你简直丧心病狂！好，我承认，之前我是有些嫌弃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现在我看到你站在这儿，还当了什么少帝，我很高兴。我看到你好了，我更高兴。我还能再见到你，我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够了！你到底要假惺惺到什么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趁着我精神失常的1年里，错把你当成我的弟弟，你就能在我身上讨到半点好处。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一番话，不但不会让我对你有半分好感，反而令我落寞。你觉得我假惺惺？好，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是不是真的我心里清楚。还有，我没把你抛在破庙里不管你。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你受伤了，你生病了，我要给你拿药啊！拿药？你连乞讨都不会，你哪来的钱去给我拿药？好，言尽于此。你要是不信的话，我也没办法。你要是不解气，觉得是我不管你，你可以杀了我。你说什么？我说你把我杀了，一个少帝杀一个乞丐，你杀我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吗？来呀！看来少帝很在乎这个乞丐，所以才会如此生气。说杀了他也好，这样至少不会成为少帝的绊脚石。来呀！记住，你以后是要当帝王的人，你要杀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你现在连我都不敢杀，你以后怎么当帝王？这样，你先拿我练练手，杀吧，杀吧！你连一个跟你一起流浪的乞丐你都不敢杀，你以后怎么做皇帝啊？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对我说教？说教？你觉得我是在对你说教吗？我是在关心你，傻子。我也是刚刚才发现，
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糟糕。老天爷，我上辈子在现代已经走完了一生，了无遗憾，你却让我临死前穿越到这大梁国当个叫花子，你到底在想什么？哎，大哥，你是要抢我馒头吗你？什么意思，大哥？你连想要的话跟我说一声，我就给你。这 fuck！ 你说你给我馒头，我就给你。这不许欺负我弟弟！你再欺负我弟弟，小心我下次我咬死你！弟弟，我让你快。弟弟吃。1年了，我走哪儿你跟哪儿，我甩了你18次，你找到我18次，你他妈装导航了你！我要跟弟弟永远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分开。看好了啊！我再跟你说一遍，那不是你弟弟，那不是你弟弟，听见了没有？以后别再来烦我啊！你是我弟弟，我就是。你有病吧？啊？你是不是有病？看好了啊！以后咱俩就像这馒头，一人一半，各奔东西。别他妈再来烦我！我不要馒头，我要弟弟，我要弟弟，我要我弟弟，我要弟弟。啊！不走了行不行？不走了。一人一半。哎，有几个人？小活命，跟我们去矿场挖矿去。都快1年了，还没有落水的消息吗？启禀陛下，属下已寻遍大梁9州，都没有三公主的消息。臣以为，住口！激怒，陛下激怒。当初小厮和若雪偷溜出皇宫玩耍，岂料小厮落水身亡。若雪不愿接受这个事实，几次三番偷溜出皇宫寻找小厮。你们说，她一个痴儿行走在这皇宫之外，得吃多少苦啊！陛下，臣这就去寻找一遍。母皇，3妹她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回来的。是啊，母皇，眼下当务之急是北燕30万大军已然南下，到达我大梁边境。北燕数次扰我边疆，当真起我大梁不敢一战吗？陛下，如今多事之秋，老臣斗胆进谏，还想提醒陛下您考虑一下储君之事。挖矿？我操！在这个时代，10个人去挖矿，8个人都得挂。不要，快走！商量呢？哎，咱们商量。看我弟，弟别怕，姐姐救你！自己看。哎，你干嘛？这女的不拿吗？这女的训练是浪费粮食。对，走，快走！放开我弟弟！傻，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哎，上！
小子，小子！小子，姐姐，别怕，姐姐你怎么那么傻呀？你不死了吧？死了也是活该，跟我们走。别逼我动手啊！我去你！谁见过我弟弟呀？弟弟呀，这把说的全给漏回来，管你上哪弄去？你们见过我弟弟吗？哎，没见过。哎，妹妹，这娘们虽然脏的，这是长得好像还挺带劲呢。考试就之前，我知道你弟弟在哪里。真的啊，就在那边。我带你去好不好啊？真的是你呀！我来了，弟弟，我弟弟，老婆。别怕，我是来救你的。弟弟啊！弟弟！来，张嘴。对不起，弟弟，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好害怕。傻，弟弟别怕，姐姐救你。姐姐，我以为不会走了。你为什么不肯留在我身边啊？你可不可以不走了？陪着我，好吗？好，我以后不走了，我发誓再也不走了。在这个世界上，在乎我的恐怕只有你这个傻子了。以后你就让我来照顾吧。你答应姐姐，你要永远跟姐姐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好，我们在一起一辈子。好了，好了，弟弟，我想睡觉。坏了，这是重创之后发烧，得吃药才行，不然有性命之忧。不许睡啊！不许睡！这点钱想买药太难了，得出去想想办法。你在这等我，我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丢下我，我不丢下你，我很快就回来啊，很快，很快。别走，别走，别走！你不是说不会丢下我吗？为什么你还是要丢下我？掌柜的，按照这个药方给我拿2副药。哎呦，先生，您这上面的药材啊，每一样都贵着呢，没个200-300两可下不来台呀。本店概不赊账，您带钱了吗200-300两啊？好，你先拿，钱我一会儿送来。钱！各位，又到了1年1度的国子监出题日，答对1道题者赏银100两，并且可以获得国子监入学的考试资格；答对2道题者获得赏银200两，还可以不用考试，直接成为国子监的学生。敢问王牧师，若能答对3题呢？3道题。能答对1道题者都寥寥无几，不答对3道题者还没有出现。拜见祭酒大人。
凡是能连续答对3题者，赏金100两，而且本祭酒会向陛下举荐，推他入朝为官。有钱赚了。我的女儿，你到底跑哪儿去了？你失踪不说，还总虎视眈眈。你的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已经羽翼丰满，觊觎我们。大臣们又各怀鬼胎。你要是再不出现，娘亲真的要顶不住了。陛下，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陛下，微臣找到三公主了，她在哪儿？我的女儿，我的女儿，这一年都跑哪儿去了？怎么变成那样子了？启禀陛下，微臣在一间破庙内发现三公主的，她当时发着高烧，还受了重伤。陛下，三殿下伤情稳固，没有生命之忧，随时都会醒来。恭喜陛下，寻回爱女。到底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胆敢伤害朕的女儿？侦查！属下查到三殿下在外流浪时，一直什么？一直跟一个男性流民在一起。属下认为，他就是罪魁祸首。42个目标，为什么不给我抓来？微臣已经下令全城进行搜查，相信很快就可以抓到。一旦抓到这个仇人，微臣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砍下头颅悬挂于城墙之上。还请祭酒大人宣布第1题。好，那本官就说第1题。本官近日得知，这京城之内至少有2人头顶的头发根数是相同的。那么问，本官是如何得知的？诸位有1炷香的思考时间。祭酒大人，我也想知道，这如何在京城中找出2个人的头发根数是相同的呢？每个人头发数量有多有少，而且数量如此庞大，这怎么可能找到2个数量相同的人？原来这么简单，我知道了。秦公子知道了，那为何不答？不急，我先等其他人答出来听听，再验证我的说法。哦，我知道了，一定是祭酒大人啊，找了一堆人，一个个数过之后，从而得知的。找了一堆人，一根根的数，你以为本官很闲吗？莫非是找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双胞胎兄弟？不可能，就算是双胞胎，那也不是数量相同啊。秦公子，看来只能等你作答了。我正有此意。我知道，哪来的叫花子？这里是什么地方？你区一个小叫花子还想来答题？赶紧滚蛋！这有规定叫花子不许答题的吗？那倒没有。这小叫花子还挺自信。秦公子，你不怕他抢了你的风吗？笑话，一个叫花子如何答得出来？反正还有些时间，让他闹点笑话。这答案很简单，想找到2个头发相同的人，那你们可以去流民街看看，那里的流民头生虱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们的头发剃得越短越好，所以很多人是光头。想找2个头发数量相同的人，很简单。原来如此，是光头啊！对呀，只有光头的数量才是相同的。原来是这样，秦公子是否跟你的答案一样？被他抢先一步，不过没关系，还有2题。你答对了，赏。别浪费时间，快说第2题。只有答完第2道题，我才有足够的前桌料。你想答第2道题，你知不知道有个规定？什么规矩？答对题的人想答下一道题，答对了赏银翻倍，答错了知县的赏银可要全部收回啊！小叫花子，赚钱不易，我劝你得了赏钱去置办点衣物，吃顿饱饭吧。
无需你操心，请出题。你良言难劝该死鬼，待会儿答不上来，输了赏钱，你可别哭。不错，一个小小的叫花子能有如此的气魄，非常好。诸位，本官这就说第二题。玲珑县有一位有钱的李员外，膝下有二子，大郎和二郎，兄弟二人皆善骑术。大郎的马名为踏雪，二郎的马名为追月，都是以速度见长的良驹。时过境迁，李员外年事已高，为了确定继承人，便将兄弟二人带到赛马场。大郎、二郎，你们骑着马围着马场跑一圈，谁的马先跑完为输，谁的马后跑完为赢。赢的继承家产，输的分家而出。跑得快的还输，这难道是要比谁跑得慢吗？哦，那这怎么赢呢？比赛开始后，兄弟二人驾驭着自己的坐骑，原地踏步，不舍得往前挪一寸，生怕输于对方。就这样过了一个上午，兄弟二人还在原地踏步。这别说半天了，这就算给他们一辈子，估计也分不出先后。那么问题来了，在如此的情况之下，用什么办法能让兄弟二人快速的决出胜负？请诸位仔细思考作答。秦公子，你可有想法？这似乎有点难，让我斟酌一下。简单，我知道。简单，我知道。你确定？我确定。哎，年轻人，我可提醒你，你要想好了再答。若是你答错了，上一题的赏金，本官可是要收回的。祭酒大人，他不知天高地厚，就让他答嘛。我也很想知道，到底如何才能分出输赢？这大郎、二郎两个人想分出输赢很简单，大郎骑的是踏雪，二郎骑的是追月。想要分出输赢，只需要让他们交换坐骑，让大郎骑二郎的追月，让二郎骑大郎的踏雪，那胜负就可以分出来了。年轻人，你很不错，你又答对了。这怎么就答对了？不就换了匹马吗？我知道答案了，秦公子。规矩是谁的马先到了终点，谁输。当两个人换了马之后，一定会以最快的速度冲向终点的。厉害呀，小叫花子，你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读书了，未来科举上榜是指日可待呀！厉害，厉害呀！赏。年轻人啊，你获得了国子监的入学资格，真是天赐良机。哎，我不会着急走啊，不感兴趣。这人，此子聪慧，思路清晰，若能受到父亲麾下，必有大用。我回来了，我买的药了。我回来了，人呢？好，快上。人呢？别去搞了。你出来呀！你别吓唬我好不好？我错了，我错了，你快出来吧！你不是说好要一直黏着我吗？我错了，行不行？你出来啊！就是他！终于找到你，给我站！母皇，您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了，您还是回去歇息一下吧。这里有太医和宫女守着，您要是不放心，由我和二弟亲自守着三妹。是啊，母皇，龙体要紧，您还有诸多古物要处理，这万一要是倒下了，那该如何是好啊？这已经失去落水整整1年，我是片刻也不想跟他分开。
弟弟，别走，别走，不要走！女儿，我的女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南城你长得好辛苦。我回来了，回来了，你不要再逃走了好吗？你找不到小司，他不在外面。太好了，三妹终于醒了。是啊，老天保佑啊！我再也不逃了。女儿你，母皇，我知道弟弟已经死了，我永远都找不到他。你的头脑，我的头脑很清楚，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我都记得。母皇，我不傻。你好了，你终于好了，终于好了。苏建、苏超，你们二人速去昭告天下，朕的女儿回来了。朕今日要册封苏若雪上帝，为我大梁储君。你们二人是聋了吗？听不懂朕的话吗？这儿，母皇。母皇，为何要传位于我？不传位给你，难道传位给苏建、苏超吗？你才是朕的亲生女儿啊！可我是女子啊！朕也是女子，况且你四弟极有可能是被苏建、苏超害死。趁我现在还能够制衡住他们二人，我要尽快为你培植势力，日后你才能够制衡他们二人，一起文武百官。好吧，若雪，你要知道，你才刚刚苏醒，就要面对复杂的朝局，会让你措手不及。你是娘唯一的亲人，也是娘唯一信任的人。娘虽然是一国之君，但娘也要依靠。女儿明白，女儿定不会推辞。女儿，你放心，娘已经让小兰去寻找那个诓骗你的流氓，相信用不了多久，他的头颅就会呈上来。骗我的流氓，就是那个一直将你控制在身边的流氓啊！别怕，我是来救你的。那李大人姐姐，你要永远跟姐姐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女儿，怎么了？是不是那个流氓伤害你太深了？光是想到就让你头痛不已？不怕，回来了，已经回来了，有娘在，娘在娘，您不能伤害他，您绝不可伤他性命。为何？因为我刚走丢失，差点遇险，是他救了我，而且是我主动跟着他的，他没有利用过我，更没有伤害过我，只是一次次的抛弃我。完了，速去找小兰，何必要留下此人性命？慢，为何不变？因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从未见过如此坦然面对死亡的人。一个普通流民会有这样的心智？你就不想知道为何要杀你？没兴趣知道，赶紧动手。你没兴趣知道，但我要让你死个明白。你伤害欺骗了三公主殿下，当今圣上要将你就地处死，陛下今次你也算死得轰轰烈烈。什么三公主、三殿下，陛下没有杀，说他妈杀了。怎么，
你连死都不怕，却不敢承认了。给我把他架起来，挂钩1000刀，再除去首级。拜托，你要杀我可以，你让我死个明白。什么3殿下3公主，我根本就不认识，我怎么伤害她？你不认识？你要是认识，就算借你100个胆子，你敢伤害他吗？我现在怀疑你们搞错人了。我的确想死，但是我不愿意替别人去死。杀我可以，我死也可以。你刚不是挺豁达的吗？怎么紧张起来了？动手！慢着！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年轻人。蓝护卫，你又来此做甚呢？我暗卫做事不需要通过太师大人您知晓吗？你们暗卫做事确实不用通过本官，但是本官看到这种事儿又不得不管。他只是一介流民，你们为何要动用私刑？我若是告诉你这是陛下的旨意，您该当如何？他到底做了什么？居然是陛下的动他！哎呀，若是陛下的旨意，你有什么依据？他有何罪之有？陛下说他有罪，他便是有罪，那就没办法了。抱歉，小乞丐，我救不了你了。心意我领了，反正我也不做。走吧，爹。嫁给我，留他一命。看样子我死不了了。把他带走。走吧。此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呢？这陛下一会儿要处死他，这一会儿就又让雅公公亲自过来留他一命。我也不清楚爹，但是此人甚是神秘。哎呀，这女皇是刚愎自用啊！这大皇子、二皇子，那对着皇位那可是虎视眈眈。这世族门阀蠢蠢欲动，这不久的将来啊，这大梁朝局必然有一场血雨腥风。灵儿，你若是男儿身的话，一点吃。这，爷爷，爷爷，怎么了？来，喝水。不，好了吗？哎，这不能这么吃，这么吃。果然，有些东西要失去之后才会想着珍惜。对不起。你对不起谁啊？我对不起。傻子，还是大哥厉害呀！我又输了。我再厉害，也抵不过我们那流浪1年的三妹。她不一样，她毕竟是母皇的亲生女儿。咱俩算了。都怪父皇无能，非要让一个女人当政。现在倒好，他死之后，一个女人大摇大摆的当起了皇帝。大哥，这话可不能乱说呀。怎么？这里还有外人，还是说二弟要去告发我？就算没有外人，这话也不能乱说。毕竟母皇当朝已经是近20年的事实，未来恐怕会一直持续下去。是，当初我们弄死了老四，又毒傻了老三，我以为这储君之位，他会在你我2人之间选一个。哎呀，故此我们明争暗斗了这么久。结果想不到啊，真是可笑。所以，大哥是想和我冰释前嫌了？不但要冰释前嫌，还要同仇敌忾。敌在何处？这还用我说吗？傻子，你没死，你还活着。傻子，不认识我了？我呀，傻子！大胆奸民，你可知道你面前的是大梁的3殿下？昨日顿时被陛下册封为少帝，你敢叫他傻子，你不要命了！真的，你竟然是3殿下，还成了少帝！我赵林
竟然跟一个以后要当帝王的人一起流浪了1年。哎，那你以后是不是能随便封我一个讨嫌的官职，对吧？好，姐姐。哎，我可没伤害他啊，他自己在这儿，不信你问他。当时少帝正在昏迷，我误以为你伤害了，现在误会都解除了。那解除了，就给我解开吧。现在还不能给你打开，因为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好像跟之前不一样了。你要问什么？我都回答你。面对如今的我，你可后悔？后悔什么？你弃之敝履的乞丐，我们竟是天皇贵胄，是一个看不起的存在。你难道不后悔吗？哎，你的思路怎么变得这么清晰？你不傻了？我为了救你，差点被人打死，你却把我丢弃在荒谬之中，不顾我的死活。我没有。若非母皇将我寻到，我现在早已死去。此时此刻，你得知我身份尊贵，便恬不知耻的跟我拉关系，甚至不惜叫我姐姐。你以前叫我傻子、疯子，甚至叫混，你都没有叫过我姐姐。你甚至让我给你封个官儿呢，你简直丧心病狂！好，我承认，之前我是有些嫌弃你，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但是现在我看到你站在这儿，还当了什么少帝，我很高兴。我看到你好了，我更高兴。我还能再见到你，我这辈子已经没什么遗憾了。今天是我最高兴的一天。够了！你到底要假惺惺到什么时候啊？你不要以为趁着我精神失常的1年里，错把你当成我的弟弟，你就能在我身上讨到半点好处。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一番话，不但不会让我对你有半分好感，反而令我落寞。你觉得我假惺惺？好，随便你怎么想，反正是不是真的我心里清楚。还有，我没把你抛在破庙里不管你。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你受伤了，你生病了，我要给你拿药啊！拿药啊！你连乞讨都不会，你哪来的钱去给我拿药？好，言尽于此。你要是不信的话，我也没办法。你要是不解气，觉得是我不管你，你可以杀了我。你说什么？我说你把我杀了，一个少帝杀一个乞丐，你杀我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你以为我不敢杀你是吗？来呀！看来少帝很在乎这个乞丐，所以才会如此生气。说杀了他也好，这样至少不会成为少帝的绊脚石。来呀！记住，你以后是要当帝王的人，你要杀各种各样的人，不同的人。你现在连我都不敢杀，你以后怎么当帝王？这样，你先拿我练练手，杀吧，杀吧！你连一个跟你一起流浪的乞丐你都不敢杀，你以后怎么做皇帝啊？一个乞丐有什么资格对我说教？说教？你觉得我是在对你说教吗？我是在关心你，傻子。我也是刚刚才发现，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在乎的。事到如今，你不要妄想博得我的同情，我不会上当的。殿下英明，这个家伙不过看了您现在的身份，想说些好听的，讨您欢心吧。难道你就看不出来我关心你？哎，你要是对他足够忠诚，那你就知道他现在身上还担不起大梁这个大旗。陛下还在，
少帝成长起来不过需要一点时间罢了。时间？问题是现在又有多少时间了？这乞丐的心智果然非常人所及。这样，你如果不杀我，那就让我留在你的身边，我为你披荆斩棘，扫除障碍，助你登上巅峰，万人敬仰。如今这世道，你只能靠鸡鸣狗盗、沿街乞讨为生。你连独善都做不到，还敢放下豪言说助我登上巅峰？你醒醒吧！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想，就没有我做不到的事。那就让我期待一下，期待你说我能做到，但我不会给你半点台阶。你想走到我的身边，每一步都要靠你自己走。好，那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到你身边。很快？很快是有多快？10年、20年，还是一辈子？殿下善良，你若是想在他面前装装样子，恭喜你，你很成功。所以你也觉得我在辛苦自己？难道不是吗？好，等着瞧。好，我等着。少帝，你怎么处置？放了吧，让他自生自灭。您不相信他能走到您身边吗？一个乞丐想一步步走到我面前，可能吗？我知道了。兄弟，拿钱买点吃的。谢谢啊，但我不是狡猾人，把钱留给有需要的人。第3题比较复杂，本官给了你们3日时间思考，你们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替祭酒大人最后重复下这个题目，用现场的这些人围出一个最大的面积。我先来。大人，依我所见啊，无论怎么算，只有正方形才是最优解的，而他们所有人所围出来的面积呢，则是最大的空间。祭酒大人，可对否？错啊！我来，我几乎计算过每一个形状的所有平方面积。我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摆放这个形状的时候，它产生的夹角越大，那么它的平方面积就越小，而产生的平方面积越小，它的夹角就会越大。而圆形没有夹角，所以我认为圆形是在有限尺度内能围出的最大平方面积。若是诸位不信，便可拿尺子丈量对比。不用量了，这位秦公子，你答对了。之前被那个小叫花子抢了风头，现在终于轮到我了。难道这传说中的第3题就这么简单？他说的对，但是你只说对了一半。这不是前几天那个小叫花子吗？他居然也来了。你不是？我不是在这里。你小子消失几天又突然出现侥幸，什么叫我只说对了一半？难道你有办法摆出比这囊括面积更大的形状？秦公子，这位年轻人说的没有错，你的确只答对了一半。还有对一半的答案？这个题目的答案也只有祭酒大人知道。我也是参悟了很久，才参悟对了一半啊！我也很好奇呀。我也是陛下告知我的。正常来说，只要不是傻子，有逻辑思维，一般都能答对一半。好，我倒要看看你的那一半答案有着大多少。比你大很多，10倍、100倍、1000倍、10000倍，乃至10000倍。1000万倍，就用这几个人，你能摆出比我大1000万倍的面积？扯淡！祭酒大人，你3天前说过的话可没做错。算数，
你明日就同我一同入宫拜见陛下。那你的意思是，等于公布我答对了？你能刚刚说出那些话，自然就证明你已知晓答案。他都还没把答案说出来，祭酒大人您就说他对了，我不服。为示公平，你给诸位演示一下吧。好。哎，哎，对。我好了。你这不扯淡吗？这不还是个圆吗？你只不过把它们翻了一面，这面积还不是一样？他做的已经很明显了，你们难道没人懂吗？哦，我知道了，还是我们的思维太过于极限了。看来也不尽是都不动脑子的人。没错，你们只想着用有限的尺寸包含有限的范围，可是你们不知道，这有限的尺寸也能包含无限的范围。你说什么呢？连半句都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那我给你解释解释，就是你们的思维啊都被锁住了，需要扭转一下。怎么逆转？那比如说，我现在不在圈内，而是在圈外，这样你们就没包住我，而是包过外面的世界。那你这不还是在圈里面？那怎么又到圈？秦公子，你听我说。若以整个国子监为中心，那这个圈就会包裹住整个国子监；若以整个大梁为中心，那它这个圈就会包裹住整个大梁；若以宇宙洪荒为中心，宇宙洪荒无限大，人只要站在圈外，那么它包裹的尺寸就是无限大。所以10000倍的说法毫不夸张。向内是有限，而向外则是无限。原来如此。还有人不服吗？今年最打脸的就是被这个小乞丐答对了3题。我记得咱们前几年国子监的题目都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之类的，而这2年的风格突然大变，这我们一下子适应不了。不是从小学的都是君子6艺，根本就不擅长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结果就让这小乞丐给钻了空子。我听说咱们的科举考试也要改革，不会以后3年1度的科举题目都是这些玩意儿吧？那咱们大梁国的文墨风采难道都要舍弃了吗？那这和望文有什么区别啊？难道真要改革科举？难道传言是真的？这题目跟望本有什么关系？是国家不让你吟诗作对了？没有，但是能文之人才是有才之人，有才之人才能科举仕途，造福百姓。造福百姓？那我现在大梁受北燕滋扰，靠吟诗作对能把敌人引退了？哼！以前的科举制度，这读书读得越好，官职就会越高。可这些文人呢，不懂变通，思维局限，更不懂如何治理国家，甚至还觉得为官不自由。官员要是自由了，百姓就要受苦了。文采可以用来陶冶情操，可以表达自己，表达世界，是人文传播的重要工具。但文采并不是一个人能力的全部体现，更不应该作为选官的重要标准。好，说得很好。这些话我一直都不敢说，没想到这个年轻人竟然如此有魄力。当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一句话可把天下的文人都给得罪了。好，说得好。好个屁！难道就要凭你的一句话推翻大梁千百年来所有从政者的真心付出吗？大梁现在固然发展得很好，但是还可以更好。是安于现状，还是寻求突破？你选。此人必会一飞冲天，只是锋芒太露，容易得罪人。目中无人，果真是目中无人。庶子放肆，国子监前夸夸其谈，不知天高地厚。嘴上说话没个把门的吗？就是一个小乞丐，不要以为对了几道脑筋题就可以在这大放厥词。大人，我就将此人逐出去算了。就算文采不是选定官人的最优解，我也认了。如此狂妄之徒，就算是聪慧过人，也不配为官。年轻人，本官劝你自省，给在座的诸位道个歉。如果你听不出来我是为你好，那证明你也就如此了。道歉？给他们做你的狗屁梦！做你的狗屁梦！
你公子，我劝你莫要跟祭酒这么讲话。目中无人，狂妄，居然连祭酒大人的话都敢顶。大人，此人虽然连对3题，那若是入朝为官，如此目中无人，岂可了得呀！年轻人，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但是你不懂我的意思。意思？你是想要气煞老夫吗？果然听不懂人话，可惜呀。这自古以来，凡是重大的改革，绝对不能是温水煮青蛙，否则煮着煮着，这水的温度就低了。重大的改革需要的是决心。老夫很有决心。决心？你有？面对这些世子，你尚且顾三顾四、畏首畏尾，你的决心在哪儿？我错了。那个3道题的事宜已经结束了啊，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太嚣张了！得亏他是在这国子监，要是在外面，我非揍他一顿不可。一个小小乞丐，把嘴硬当气节，以为这种方式会得到大家的尊重，殊不知完全是个不讨喜的傻子、疯子。此人如此锋芒毕露，看来是心有目标。他的目标令人好奇。那我走还是不走？你跟我走，进宫拜见陛下。你先把自己清洁一下，以免误了陛下的眼。傻子，我想很快我们就要再见面了。微臣斗胆问少帝，陛下的病情到底什么时候好转？他何时出来治理朝政？母皇让本少帝暂代朝政，有什么事同本少帝说是一样的。那微臣便说了，今年我户部账目相比去年收缩近7层，已经到了亏空的边缘。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北域今年竟然没有收到半分税收，而南域更别说税收了。为了治理蝗灾，更是耗费3000余万两，入不敷出。如今重治国库，唯有一个办法。何办法？那就是将北域所欠1年的赋税补齐，并收取利息，而南域蝗灾以西所欠税款以及赈灾款逐步分期偿还，让国库回血。不可！北燕在我大梁边境虎视眈眈，大有进攻之势，而我北域的钱全都用于边防和为随时可能发生的大战而囤粮，怎么可能还有能力补齐税收？南域蝗灾刚过，去年1年颗粒无收，百姓刚喘一口气，便让他们尝怀赈灾银两，这不是寒了南域百姓的心吗？万一激起民愤，大人您担待得起吗？二殿下，你这么说，那下官就不乐意了。我也是为了国库，为了大梁朝廷，难道我们要穷到连数十万官员的月例、基础民生之造都无法维持下去吗？就算你不乐意，但这就是事实。还有大殿下，怎么了？我大梁自古以来东西南北皆有动荡，你不能以此为借口就不纳税，那和耍流氓有什么区别？混蛋！你说什么？够了！朝堂之上，吵什么吵？还请太师大人评评理。太师大人评评理啊！我北域的钱都用于边防，而北燕大有进攻之势，谁去抵挡？南域蝗灾刚过，百姓处于水深火热，我们拿得出多少粮食，也还不了赈灾的款。你们北域、南域都不给钱，我国库怎么办？上年有出上月有啊，没有啊，这都不给钱，你说我也不给钱，第一次上朝，感觉怎么样？难，觉得难就对了，这就是帝王的生活。所以你要善于利用你手中的文武百官，去平衡、去解决、去治理这个国家。儿臣定会努力。陛下，国子监祭酒张纯生求见。张纯生，你确定他要求见朕？千真万确。您要他找到人，他找到了。什么？宫体重要。几年了，终于找到，速速叫他进来。是。终于找到了，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母皇为何如此激动？这都是因为你呀。因为我。
娘亲年轻的时候忙于斗争，耗费太多心血，这才积成内疾。母皇当然不希望你再走我的老路，所以你才……所以我一直暗暗寻找人才，一个能成为你大府的人才。可惜我大梁科举制度过于迂腐，一时间又难以扭转，我便暗暗让张纯生根据我的要求去寻找心仪的人才来辅佐你。对不起，母皇，都是儿臣无能，才让您这么操心。傻孩子，我是你娘亲，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臣参见陛下，参见少帝。祭酒大人免礼。人呢？带来了吗？回陛下，在殿外候着。你且先说说他的情况，身家背景可曾了解清楚？陛下放心，此人出身微末，且无半点背景，原是那北方逃难难民的遗孤，在外流浪多年。流浪？这么说是个乞丐？乞丐？乞丐？但我不会给你半点台阶。你想走到我身边，每一步都要靠你自己走。好，那你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到你身边。怎么可能是他？婉儿，怎么了？没事，母皇，只是儿臣前段时间也在外流浪，所以对乞丐二字有些感慨。陛下，此人的确是乞丐，所以没有让他直接入殿，让他在外面候着。若是陛下嫌弃，我可以让他走，以免误了陛下的眼。容朕思索片刻。是，陛下。婉儿，你觉得乞丐当中会有盖世人才吗？若是盖世人才，又岂会是一个小小的乞丐？那就……当然是也不能把话说死，只能说，也许吧。我本来底线至少是个寒门出身，没想到竟然是个乞丐。若我直接提拔，以他的身份，必然会使我都遭受诟病。但若我因他是乞丐便拒之门外，恐怕会让曾经流浪过的若雪不好受。还是见面再说吧。他当真连续回答对了朕的3个问题，千真万确。那就先叫进来吧。是。陛下有旨，进来吧。草民见过陛下，见过少帝。少林，你虽满身污垢，我观你仪表堂堂，步履轩昂，名字也很响亮。这名字是谁给你取的？一个养了我2年多的老人给我取的。老人家可好？不好，因为偷吃地主家的烧鸡，被活活打死了。竟有此事，可有报官？陛下，您觉得一个偷吃的乞丐报官有用吗？放肆！陛下问话，你回答便是，竟敢反问，你好大的胆子！若在君主面前，连反问的勇气都没有，还谈什么治理国家？还谈什么做官？充其量不过是一群滥竽充数、按部就班、阿谀奉承的混子罢了。赵林，你如此不敬，你就不怕朕杀了你？我一个臭乞丐，我怕什么？实不相瞒，我早就想死了，只不过一直没能如愿。若朕有意推举你当官，你觉得你能当什么官？什么官都行，哪怕是9品小吏，我也不嫌。你给我的感觉，你很想做官，这是为什么？因为一个人，因为一口气，因为只有做官，才能离我的目标越来越近。少帝，你觉得呢？赵林，朝堂上兵不认血，你一个小小的乞丐，上去就是找死。我给你一个机会，我赐你100万两黄金，你可以去购置田产、房产，过一个安逸的普通人的生活，可好？普通人的日子，少帝，我要怎么做，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
莫说是100万，就算是1000万，也动摇不了我半分。你，还请母皇决断。考虑到你的背景，又未经过科考，朕只能以你连破国子监3题为由，破格提拔你入朝为官。至于职位，户部还缺一个堂主事，乃侍从5品，这已经是朕能给你的极限了。陛下赐官，还不快快谢恩？多谢陛下。谢的话暂且用不上，朕只能给你1个月的时间。若这1个月之内你不能做出什么建树，证明你也只是绣花枕头草包一个，朕会亲自摘了你的乌纱帽和人头。不用，如果我做不到，我自己把头给你。小兰，带他去户部报道。是，陛下。母皇为何而叹？我一方面希望他有能力做你的大辅之才，另一方面，我又希望他平庸。为何？他若平庸，1个月之后，我便可以将他逐出朝廷，他继续做他的乞丐便可。但若他真的有超世之才，待他替你扫清一切障碍之后，你必须得亲手杀了他，以绝后患。如果你做不到，娘会替你做到。母皇说什么呢？一个棋子而已，儿臣怎么会做不到？娘不傻，娘看得出来，他就是跟你一起流浪的那个乞丐，对吗？真没想到，他竟然能为你做到这个地步。到底是攀附巴结你，亦或是真的是为了你好？很快便能知晓。祭酒大人，祭酒大人，感谢您的推荐。我也不是没有目的的。陛下把改革科举之策交由我负责，我需要一个强大的帮手助。你的官职虽然还可以，但是想要帮到我，远远不够。祭酒大人放心，我很快就能帮到你。你有信心非常好，那我就预祝你早日高飞。赵莲，随便填，天字好不好像？能做吗？见到本宫，为何不失礼？至于这么见外吗？少林，你到底想怎么样？什么怎么样？我们不是说好了，只要我能走到你身边，你就让我保护你吗？傻子！再叫我傻子，我杀了你！你到底是怎么蒙骗过关，得到张继久的推荐的？你想纠缠我到什么时候？你就不能放过我？你不觉得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吗？如果你做不到，娘会替你做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吗？哎，我们头顶着同一片天，脚踩着同一片地，怎么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哎，这曾几何时啊，我们还在这10变天的后厨里面偷别人剩下的东西吃，但没想到今天在这最大的包间用膳。嘿，有什么事儿，咱们吃完再说。既然你不听劝，那这饭也不用吃。哎，秦公子，天造包厢已经有了，你不能抢闯啊！让他们换一桌，本公子今日就要天字号。这个人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是啊，这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不就是那个答题的乞丐吗？哦，对，就是他。这几日不见，反倒人模狗样了啊！别瞎说，万一他真被祭酒大人推荐去当官了呢？哎，不可能！就他那天那目中无人的样子，连祭酒大人都不放在眼里，怎么可能让他当官呢？小乞丐，
今日本公子高兴，要在天字号宴请诸位，还得麻烦你让一让。当然，你旁边这个姑娘可以留下，本公子一并宴请了。哎，我的同学好。秦公子，我们认识，还一同答过题，不如我们一起入戏就做吧。明明，我还真没有兴趣和乞丐一块上，还是算了。我不。要不咱们换一家？你不是说过要为我披荆斩棘吗？怎么，这点小事就难倒你吗？我这不是怕太高调影响你。哎，大哥，哎，你敢打我？你可知我爷爷是？哎，你爷爷是你爷爷，你是你。本官乃户部堂主事从五品大员，尔等不仅辱我，还要让我离开。谁给你们的狗胆啊？你是从五品大员？睁开你们的狗眼，看仔细。啊！不公，不公啊！一个乞丐竟然直接上了五品，这让我等苦读10年的学子寒心啊！真是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别太嚣张了，不过区区从五品，对我秦家来说不值一提，对在座的诸位来说也不过尔尔。什么你的？赵大人，你们这帮世家子弟，仗着家族背景雄厚，可你们呢？有一官半职吗？再在我面前耍横，我还打我屁股！两个废物！走，赵公子，你不该如此。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这用官职装逼是挺爽的。是爽，但今日你可把京城一半的世家都得罪光了，你不怕吗？怕，我就不会这么做了。希望你在朝堂上也像今日这般硬气。是有，没胃口。我自己吃。我最讨厌浪费粮食。参见少帝。平身。少帝殿下，充盈国事一事，您可有决断？北域抵御外敌，本少帝可以免除你的罚息，但是所欠的税款还需补上。大哥觉得如何？少帝殿下，您说笑了，单单免除罚息怎么能够？我北域的钱都用在边防之上，哪还有钱强行交税呀？若是强行交税，恐怕会寒了边疆将士们的心，届时北燕南下，其后果不堪设想。王爷，您可是在威胁殿下？你是何人？你是何人？本王怎么从未见过你？在下赵林，乃户部堂主事。3品以下不得进入朝堂之内，而你一个从5品的堂主事，竟敢插嘴！北王莫怪，今日是为国库事宜而来，我得找个助手汇报详情。之前已经写了折子交代过了。哼，下官虽然官小，但是明白一个道理：这朝堂之上，百官敬言乃是常事，所以我是能插嘴的。大王爷，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您刚刚是在威胁殿下吗？我没有，反正我没有钱能交清赋税。为什么没钱？刚刚本王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是你听不见还是聋了？笑话！这数百年来，北燕一直寻衅滋事，从未停歇。况且我北域有广大的牧场，牛羊成群，矿产丰富，一直以来都有钱。为什么你当上北王之后就纳不起税了呢？你什么你？我问你，这北域可有南方那样的重大天灾？没有。但是那北燕呢？又拿北燕说事儿。这北域一来没有增兵之举，二来没有重大天灾，怎么就没钱了？还是说这钱被你咪下干了点别的事儿？住口！休要胡说八道！这陛下不在，如今朝堂之上，少帝最大，他都没让我住口，你又算老几？
还有，你还是没回答问题，钱呢？钱去哪儿了？这哪来的小官这么勇？此人原本只是区区乞丐，这没想到竟然通过回答国子监3道题而翻身，并且迅速抓住机会上朝展现自己。这未来若不被踩死，恐怕没人压得住啊！你是不是认为我真的不敢打你？大哥莫急，少帝还在呢。大哥，本少帝觉得赵大人说的就是我心中所疑虑的。钱为什么没有了？充粮招兵，朝廷会拨款，你记录在册即可。但纳税是国之根本，怎可说坏就坏啊？可是什么？在这朝廷之上，我叫你一声大哥是尊重你。退款之事，我立刻筹备，但最多1半，已经是极限了。1半可以，那其余的1半，本少帝限你3个月期限，补齐。多谢少帝谅解。这小子厉害呀，不愧是陛下钦点的堂主事，竟真能虎口拔牙。至于南下，殿下，南域灾情刚过，百姓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便让他们偿还欠款。南域不是不还，属实是没有钱呀，还望殿下三思。二哥莫急呀，本少帝知道南域不易，那所欠的欠款可以暂缓。大哥，你就应该先发制人，这样3位就没机会要钱了。不过嘛，这个南域赈灾所用数额巨大，其账目本少帝需要仔细核对，也是方便我了解南域的灾情。那这件事就交给赵林主事去做吧。赵林，你能否辅助我二哥整理账目？回殿下，微臣能。回殿下，微臣能。如此甚好。二弟呀，二弟，看来咱们3妹也没打算放过你呀。殿下，这恐怕……这什么？二哥难道是有什么不能让本少帝知道的吗？没有，只是什么？苏氏这一手打得我措手不及，我根本没时间做一个非常完美的账目。多一查，必有漏洞，到时候若被揭露，即便是我，也会被问重罪。难道真到那个时候了吗？二哥倒是说呀。只是南方大灾，但是南王爷可以先偿还朝廷1半银两，剩下的1半等到明年再还。只不过最近因为筹集银两，无暇顾及账目，可以等过几天我再去问王爷索要账目。是这样吗，二哥？是，确实如此。好，那本少帝便给你7日的时间去筹备，筹备过后交由户部，然后再由赵林主事整理账目。是，殿下。若南北各收回1半，那我户部便能松一口气。但离充盈还相差甚远，但仍有误国纲之危啊！启禀少帝殿下，老臣有本启奏。准。殿下，马上就要到了我大梁王朝祭祖之日了，这可是大事啊！所以，若是能收回南北所欠银两，还请尽快拨予我礼部。我礼部还等着这笔钱筹办祭祀大典呢。我去，这老东西刚看我户部有些起色，就他也搞钱了。大人，王皇，先看看。倒是确有此事。那今年祭祖，吕布需要多少银两啊？回殿下，去年耗资1100万两，今年我大梁王朝拮据，礼部可以压缩各项，控制在1000万两以内。1000万两，祭祖的开支这么大，不知这其中的复杂过程能否节省1二啊？殿下说笑了，祭祖历来是我大梁王朝的重中之重，节省祭祖便是对祖先的轻慢。莫视他们对大梁江山洒热血、抛头颅的付出啊，这样会让列祖列宗感到寒心呐。吕大人，
本少帝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今年情况实在是特殊，这开支确实太大了。难道陛下是觉得老臣在胡乱开支不成？甚至是手过流油？老臣敢清晰所有账目，精确到每一个铜板的去向。还请百官同僚监督老臣，若有半分不对，我愿以老命相抵。吕大人，此话严重了。太师大人，老臣这话不为过呀。少帝今日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相信，不相信呐，让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从五品小吏，像个疯狗一样在朝堂之上乱吠，一会儿质问这个，一会儿又质问那个。既然如此，那我先表明态度，免得以为老臣有私心呐。祭祖必须要祭，这是我大梁的传统。若是连传统都丢了，那我大梁的气节何在呀？那我大梁的气节又何在呀？这，吕大人，你这是在指桑骂桑呀？你方才说谁像疯狗？我说的就是你，怎么样？你个冒昧的老东西！你身为我大梁的礼部尚书，掌管文墨书理，骂起街来却像个扑街的老妇，广场的大妈。你对得起礼部尚书这4个字吗？你什么你？我看你还是告老还乡得了，免得传出去，别人说我大梁的礼部尚书居然无礼。我什么我？你个糟糕的老家伙！我只是在说祭祖之事，你不要扯东扯西。这祖肯定是要祭的。你刚才也说了，我大梁是祖先们用血泪换来，可如果他们知道他们用血泪换来的财富被我们浪费在铺张浪费的祭祖上，而不是国家建设，恐怕他们气得连棺材板都盖不住了吧？你什么？等你100年之后，你有什么颜面去面对他们？糟糕的尚书大人，你怎么了？吕大人，哎呀，少帝啊，吕大人急火攻心，气血上头，他晕过去了呀！来人，扶吕大人下去休息，传御医给吕大人诊治。不下去。既然吕大人身体抱恙，那祭祖仪式，赵大人觉得应该如何？依臣之见，祭祖当日应当举行庙会，唱唱歌，跳跳舞，该吃吃，该喝喝。但是到子午时分，中山寺99次鸣钟，而钟响之时，全城的百姓寂静默声即可。岂有此理！祭祖变成了开庙会，这两者岂能混为一谈？老夫倒觉得钟声一响就默哀倒是个好主意。中国的祭祖呀，是肃穆之事儿，当日应该庄严一些，不过这庙会嘛，少帝啊，老夫就觉得罢了吧。太师大人，敢问您若在100年之后，您希望您的后辈们如何呀？当然，我也希望看到我的后人开心、快乐、幸福。您是这么想的，我相信我大梁的先祖们也是这么想的。他何尝又不想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健康快乐呢？此话说的倒是有道理。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暂时赞同赵主事的观点吧。办庙会根本没多少开销，18000就能搞定。在当下国库收紧的情况下，我户部强烈赞同。我也赞同。好，那便如此决定了。岂有此理！今天哪来的疯狗，在朝堂之上一顿乱咬，害得我等各损失上千万两。据说好像是个乞丐，在国子监答题的时候脱颖而出，被举荐入关。什么？乞丐？竟然是个乞丐，直接入朝为官？他必须给我死！这不可，他刚与我们有矛盾便死，这不是直接让人怀疑到我们头上了？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况且他若现在不死，日后
必定祸端不断。二弟，这个道理你应该比大哥懂。若不是当初心软只弄死了老四，而留了他一条性命，怎么会有今天这副局面？行，那就按大哥说的办。没想到这个小乞丐倒有些能力，不但能够从老大老二嘴里拔牙不说，还能为我大梁省下一大笔钱。口舌之争罢了，并非什么能力。一个区区从五品能够把一二品大臣对得哑口无言，这不是能力是什么？母皇，此人留在朝堂上，恐怕会祸乱朝堂。要不，我们还是把他的官职去了算了吧。不可，这个人能力才刚刚展现出来，母皇很是期待。你先下去吧。小兰，去把赵灵叫来，朕要单独见见他。是，陛下。微臣见过陛下。免礼。赵大人昨日在朝堂之上英姿飒爽，朕已有耳闻，实在佩服。不知是否达到了陛下的预期？还行吧，但你现在只是一个从五品，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朕亦不能因为你用言语说服苏建、苏超偿还欠款，就给你升官。你还得再想想办法，立个大功。臣已有准备，还请陛下放心。赵灵，朕有个问题在心中萦绕许久。朕只知道你之前是乞丐，四海为家，却不知道你的家乡究竟是何处。你可还记得？赵灵当然记得。那是陛下，我跟您是老乡。老乡？难道不是吗？胡说！你可知我是何方人？你果然很聪明，这都瞒不过你。国子监那些超前的问题，再加上1个月的试用期，我脑子不算笨，自然猜得出。那你以前一定什么都会，不像我什么都不会。嗨，这男孩子呀，总喜欢学点奇奇怪怪的知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陛下，您的身体是？年轻时候忙着斗争，落下一身病，所以我才不希望我的女儿步我的后尘。希望你能帮助她，让她轻松一些。可这做帝王哪有轻松的呀？倒不如让她做个逍遥公主。此之江山是我辛苦挣下的，我怎舍得拱手让人？况且，我现在不是已经找到你了吗？毕竟你那么在乎他，我当然要好好利用一下。我娘和你说什么了？陛下跟我是老乡，然后我们就简单聊了几句。他跟娘是老乡，娘子没跟我提过呢。殿下，杨国言师已到，请他进来。是。言石？没有言石。请吧。真没有。拜见大梁少帝。请问使者，为何向我大梁出售的盐涨价了5成？少帝殿下，这物价水涨船高，大梁的粮食也涨了呀。胡说！我们是因为今年南方灾害减产，而我们的价格浮动也不过上下1成，你们居然涨价了5成，简直离谱！我们杨国今年也不易啊，所以还请少帝多谅解。若不行的话，那我们就不卖了。你不卖就不卖了。原来是盐是吧？我们不需要。你胡说什么？细盐我们还是很需要的，毕竟附近邻国只有杨国制造得出细盐。我们细盐供不应求，也就是大梁是我们杨国的友好邻邦，我们才优先供应给大梁。若是大梁有疑虑的话，那我们就卖给别人了。价格能不能再商量一下？那你们就卖给别人吧，慢走不送了。哦，对了，另外，我大梁南下
出现了蝗灾，原本是双方互相友好贸易，我才卖给你们粮食。但是现在我们要防着北燕来犯，所以这粮食我们也不卖了。你们要买的话，就去找别的国家吧。小兰，松。什么？不好意思啊，使者，他只是一个小吏，不懂规矩，还望勿怪。若人人都像这小吏一般无礼，那大梁还谈什么礼仪之邦？这礼仪之邦面对的是有礼仪的人，而不是你这种挑猪告的。告诉你不要让你胡说，这下好了，不得不打你10几大板才能平息此事。小兰，拖出去，打。是。等等，你们看，这是什么？这如此精细，如细沙般的东西是？是盐。没错，是比他们杨国还细的盐。怎么可能？胡说八道！我就没见过比我杨国还精细的盐。这怎么可能？我不信，我不信！傻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启禀殿下，下官不才，刚刚研制出了制作精细细盐的方法。现在我大梁不再需要向其他国家来买了。殿下，您看现在还要打我板吗？既然你刚刚说的都是实话，那自然算不上无礼。板子嘛，当然也就不用打了。多谢殿下洪恩。至于杨国使者，我大梁现在已经有自己的戏言了，就不需要向你们买。不是，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每年都要买的，怎么突然就不买了？这不符合做生意的规矩啊！是我们一开始要与你们签订长期协议，你们不愿意，无非就是为了到时候等着涨幅价格。既然我们之间没有协议，那我说取消便可以取消了。当然，粮食我们也不卖了。殿下，盐你可以不买，但粮食你不能不卖啊！我们杨国地小物稀，万数口粮都得靠大梁。你要是不卖粮了，我们梁国的子民怎么办呀？这卖还是要卖的，不过这价格嘛，就按之前价格的2倍。2倍？嫌少，那5倍。来，2倍，那就2倍。我说的是5倍，5倍，5倍，就5倍吧。请吧。怎么样？脏吗？早晚有一天我要把戏眼练出来，这要是往上一撒，那得老香。想吃？熟了。垃圾自己丢。好的，给弟弟。谢谢你哦。好吃吗？好吃。没想到你真的能制造出戏瘾，这对于我大梁来说，能够节省一大笔巨额的开销，也能让我大梁的百姓都品尝到戏瘾。这对大梁百姓来说，无疑是一个大举。那你是不是冤枉了？永远不。弟弟呢？弟弟，你抛弃我的事情，我永远都会记在心里。
我没有丢弃你，那次真的只是误会。你说误会就是误会，你抛弃我18次，次次都是误会。我满心满眼都是你，你却只想着丢下我。你知不知道我每次睡醒找不到你，我有多害怕、多无助、多紧张、多痛苦？这些你都知道吗？我以后不会再抛弃你了。你不要以为帮我1次2次的，我就会原谅你。我没这么想，这是我应该做的。你我乃是君臣的身份，君臣有别。我希望你认清自己身份。我现在配不上你，但是你放心，早晚有一天。你一路走过来都是靠运气，你制造出戏言也不过是巧合，你根本就一无是处。行吧。但是这次，你确实立了一件大功。我这人向来赏罚分明，我可以赐你一个官当，3品以下，你选吧。那就礼部如何？为何是礼部？你把礼部尚书吕昌气得吐血，你现在去礼部无疑是去找死。因为我这个人呀，天生烦闷，主打的就是一个叛逆。我得再立大功，礼部就是下一步。想想我就气愤。老夫为官数10载，竟让一个黄口小儿在朝堂之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气得吐血，这老脸啊都丢尽了。尚书大人勿恼，这小儿疯狗一个，而且只是个从5品官职，以后都没有机会上朝堂的，你也见不到他了。况且您可是2朝元老，谁还敢当着您的面提之前那件事儿？区一个乞丐，竟敢大放厥词，也不知道他说话的时候过没过脑，真是气杀我矣！尚书大人消气，消消气。为了这么一个小人物，气坏了身体，不值得呀。要不是他以老夫这个身份，我定要将他扒皮、剥骨、从今这种人，咱们不收拾他，有的是人代劳。那倒也是。现在大王子、2王子，估计肯定比老夫更要恨他100倍。对呀，所以您呐，就别把这小事放心上。眼下秋闱将至，今年的科考题目也该拉上日程，您也该好好想想今年的题目了。吏部不是说今天要来一个新的礼部侍郎负责这件事情吗？这个新来的是何许人也？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提拔上来的？这个是少帝钦点，姓赵。姓赵？啊，又是上辈直接指派的，怎么总是喜欢干这些事儿啊？老夫都要看看，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糟糕冒昧的老东西，你在吗？在吗？在你不回我一声啊？是你？是他？这里见过尚书大人。你来我这礼部做事啊？赶紧滚出去！老夫不想见到你。就是他气得您大人莫慌，兴许他是来道歉的呢。你若是来给老夫认错道歉的，就马上给我在这儿跪下他3天3夜，也许老夫会考虑原谅你3分。认错？认错？道什么歉？你给我道歉！你做错什么了？你不是来道歉的？我当然不是来道歉的了。那你可以滚了。我也想滚，但是我滚不了啊！你什么意思？我重新自我介绍一下，在下赵林，是少帝刚封的礼部侍郎，也就是您的直属下司，连口水都没有啊！什么？没听清？我再来一遍。喂，老夫还没聋，你居然是礼部侍郎，天理难容！大人莫慌，你这种人竟然能够直接连跳2级半，从5品到正3品，这怎么可能？
除非你做出了惊天的贡献，否则怎么可能这么跳跃？我大梁最近攻克了戏言的制作之法，这事儿您不知道吗？当然知道啊，此乃我大梁之福。在下不才，我攻克，所以陛下就直接给我升官。不可能，不可能。那不然你们以为他为什么会连给我升2级官？那戏言的制作工艺是被你这种人攻克的，哼，简直是匪夷所思啊！这个一时吧，大脑开花，惭愧。不聊这事，有别的事。最近秋闱将至，这考题还没出，要不咱们开个小会商量？这题目呀，我已经出好了，要不二位过？语文、数学、化学，这什么生物？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五花八门的啊！我们的《诗经》《经义》这些考题都在哪儿呢？我计划用5年的时间，把这些新学科代替掉咱们的《诗经》《经义》考题啊。这个国子监、翰林书院都要帮我一起去推广新知识、新思想的学习。然后这个考试吧，由之前的排名变成了总分汇总。总分制度您应该知道吧？你是想用5年的时间改革科举考试？哎，要不您是大人呢，一听就懂。从今年开始，这新学科占比20%，传统项目占比80%。从明年开始，这新学科占比40%，传统学科占60%，然后逐年的交替，5年的时间即可完成改革。胡说八道！这语文、历史、地理这能理解，这物理、化学是什么玩意儿？我举个例子啊，这个苹果为什么会掉下来？我知道你们会说因为重量，可是这重量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就是物理的知识。这物理的知识啊，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世界，更好的感受这个世界的法则。至于这化学嘛，我把粗盐变成细盐，这中间的过程有筛选、蒸煮、过滤、结晶，而这结晶便是化学。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列举不完。所以我需要天下的学者帮我一起去学习和推广。我知道你担心什么，这《诗经》经义啊，并不是要移除考试，而是要把它划分为语文这个学科里。你放心啊，几千年之后，这语文学科仍然占比非常高。而这样呢，就可以利用不同学子的不同兴趣爱好和他们的特质，为我大梁输送各种各样的人才。我只想送你2个字：优秀。荒谬！只要我还是礼部尚书1天，就不允许你把《诗经》经义从考题上抹出去。对，我的问题，我就知道不该跟你这些老顽固讲这些。你殊子不足与谋也呀！行，大人呐，这改革科举会搅动天大的风云。大梁各家书院不允许，天下漠河也绝对不会允许的。所以呀，另完不成，不如你放手让他去做。届时失败后，少帝跟陛下必然大怒，没准儿叫他贬为原形，重新变成乞丐。到时候你的怒气不能出了，免得跟他在这件事上产生争执。毕竟他也算不上是昏迷。言之有理。哎呀，你要咬人啊？走！年轻人有抱负是好的，但光有抱负那不行啊，你还要去完成。哦，老夫想全力支持，但是又怕晚节不保啊。我可以在文书上不阻碍你，其他的你自己看着做就行。意下如何？太好了，糟糕的老东西！还有事啊？说不错，走了，好好干。那老夫就等着看你的笑话喽。
你们都是我从北域挑选出来的精英，我要你们限3日之内将其斩杀，不留一点证据，并且返回北域，能做到吗？我等必不辜负王爷使命。好，去吧。王爷，礼部侍郎赵林求见。什么？赵大人，光临我寒舍有何贵干？寒舍，魏王爷，您太谦虚了。您要是去之前我住的地方看看，您就知道什么叫寒舍。赵大人，此行来有何目的？赶紧说，不然请回吧。王爷，其实我有难言之隐。难言之隐？没错，就是我不好意思说。赵大人，我们还没有那么熟吧？你有难言之隐找我做什么？你应该去找大夫。王爷，你误会了，我说的不是那个。那是什么？王爷，我总觉得最近有人要杀我。我最近啊，可能是得罪的人有点多，我就总觉得有人要害我，我整宿的睡不着觉。王爷，您知道有多难受吗？赵大人，你现在风头正劲，又是少帝殿下身边的红人，谁敢动你，那不是引火烧身吗？王爷，我一个没有背景的人，跟红不红人有什么关系？这谁想杀我，谁都能啊！我举个例子，王爷，要是您想杀我，那还不是挥挥手的事儿吗？举个例子而已。而且别管我现在红不红，我要是死了，管他红不红的，谁会去跟一个死人扯皮？开门见山的说吧，你是这次打算来刺探什么呀？王爷，您又误会我了，我只是想寻求一个庇护。难道有人提醒了他，知道我要杀他？奇怪，我要杀他的事情也只有老二知道。难道老二私下与他联手？老二不把我要杀他的消息用于拉拢他，然后这个墙头草又不信任老二过来试探我。王爷，您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只是赵大人有些话我听不懂。哎，这有什么听不懂的？我就是想……赵大人，切莫在我这装疯卖傻，咱俩的事情还没完。我没宰了你就已经够仁慈了，你让我损失上千万两，还想寻求我的庇护？送客。行，王爷，您这是不打算给我活路了？罢了，罢了，王爷，告辞了。王爷，要不要我一会儿找个没人的地方把他杀掉？剁你个头！受手下一顿，还请王爷加酒。他前脚刚从我王府出去，后脚就被人杀了，这头猪都会怀疑到我头上。虽然我不怕被怀疑，但是实在太明显了。况且现在这小子很有可能和二弟联手在试探。现在若是动了他，老二保不准会将我一军。原来是这样，那暂时我们还动不了。至少今天肯定不行。赵大人请我喝酒，是不是请错人了呀？这当然是没请错了呀，之前的事儿那都是误会，我呢也是被人当枪使了，还希望南王莫要怪罪。不怪罪，那就好。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补偿王爷，为王爷鞍前马后。你这是要追随？就是这个意思。像我这种没有背景的人，我必须要找一个明主。很显然，您就是明主。
那给我一个理由。因为大皇子他要杀我，我很害怕。这少帝呢，又是个女人，我不信任。依我所见，只有南王明才是那个明主。他怎么知道老大要对他动手？老大下手暴露了。不对呀，老大想杀这么一个毫无背景的人，应该不至于失手吧？难道是老大忽悠我要杀他，然后又让他来看我的底？还是说是母皇那边派来的？这种人，鬼才信。赵大人说笑了，我只是个臣子，有什么前途？至于您，我这庙小，您另找他人吧。王爷，王爷，你再想想呢，要不？王爷慢走。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大哥和二哥城府极深，你以为靠你精心的欲盖弥彰就能让他们互相猜忌吗？他们两个人呀，本来就相互不信任，再加上我这么一讲，那他们的隔阂就更多了几分。这样留给你我的时间就更多了一点。一点时间够吗？杨青他一直支撑着，他想等到我有足够的自保能力以后再离开。可是我不想让他那么痛苦的支撑下去。就现在的情况，如果你那两个哥哥联手，我们没有半点希望。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有一办法破解一切麻烦。什么办法？我与北燕国军联谊，如此大梁南北通透，两国兵势牵线。我们本就与北燕一直存在着贸易，联姻可以把最后一层屏障撕开。这样一来，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我有了北燕的支持，地位也能稳如泰山。杨戬就不用再支撑了。你跟北燕国军联姻，的确是个办法。连你也这么认为吧？但是我不会让你嫁给那个垂垂老朽、草莽之妇的。但这就是命，不是吗？不，这不是。如果我不在，这或许就是你的命。但我在，我不会让这样的事发生。终于要开始了吗？赵大人。当然了，张大人，你怕吗？我怕，我是怕你怕。那帮家伙就在外面等着。改革科考一经宣布，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反正我是力排众议，我国子监全力支持，但是其他就全靠你自己了。去去。其实我大连城所有的人也不知道。哟，赵大人到！呀，这不是少帝吗？微臣参见少帝。大哥、二哥，今日我们只是观摩，不用带着身份。看来三妹对这个也很感兴趣啊。没想到这次科举改革竟引来如此多的大胡。没错，翰林书院院长秦钟，岳麓书院院长张子林啊，还有那礼部尚书吕昌，还有北慈圣庄飞扬。哎呀，这话说回来，这庄飞扬曾经可是2次高中状元，但都拒绝入关。还有那南诗仙柳清风，他的文辞风采我可是十分喜欢呢。大梁半数才人皆聚集于此图。看来这次玩得很大呀，不知赵大人如何收场啊？在下赵林，欢迎各位文人。大儒
来参加我国子监科举改革监听会。你就是赵林？您是？我乃翰林书院院长秦钟。你一个黄毛小子，竟敢来宣布科举改革之事？你才读过几年书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个什么模样？怎么，你还想打人不成？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你说你是翰林院院长是吧？区区从三品，你就敢对我大呼小叫，以下犯上？老子是礼部侍郎，正三品，我大你一截！你说我狂啊！你又是谁啊？我乃岳麓书院院长张子林，四品，你比他还小，怎么？你也要以下犯上？我和秦院长的官职虽然不如你，但是我们教书育人主实在，门徒遍天下，不乏达官贵人。你如此目中无人，难道你就不怕吗？哼！我就不会站在这儿了。我告诉你们，这科举改革势在必行。我已经获取了礼部尚书吕大人的同意，还有少帝陛下的恩准，岂容尔等在此放肆？我也只是配合赵大人。赵大人是主要推动者吗？啊，与我无关，与我无关。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吧，竟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当真不考虑后果吗？别说吕大人同意，哪怕是少帝陛下，我庄飞扬也断然不会接受这什么科考改革。我柳青风也不认可，北慈圣南师仙都站出来了，还有我代表京城士子不同意科考改革。生学好数理化文科理科都不如《诗经》经义奥妙。我们不需要这些歪门邪道，国子监遵循是国子监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代表岳麓书院不同意，我们翰林书院也不同意。赵大人，这该如何办？你看，我就说行不通吧。现在啊，看他怎么收场。也找不上好戏吧？爹，我们要不要也出声支持一下呀？万万不可呀！有了现在出声，无疑是惹祸上身。我们呀，还是静观其变吧。这比我想象当中的还要热闹啊！三妹，担不担心赵大人？这些文人骨子里面还是有一股狠劲的。万一赵大人被他们失手打死了，那可是要留下千古笑话的。赵林，你就这点手段吗？少帝陛下的话你们都不同意，那你们这算是公然抗旨吗？据我所知，这公然抗旨可是要杀头的。我们不是抗旨，我们只是无法接受这无理由的改革，摒弃了我大梁优美的传统。若大人非要给我们安上抗旨之罪，那就杀了我。我不怕死，我要用一身的烈骨向世人昭示我的决心。赵兄如此豁达，那我柳青风也不甘落后，要杀就杀我吧。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是吧？来人，赵大人，你可想好了，若是将这二人杀了，这事情可就大了。他们这区区白身就敢围创讨抢，这还得了？出了事我担着，给我杀！哎呀，这个头铁的家伙呀！杀了他们，这事情必然会朝着不可收拾的局面发展的。若是上来要对天下文人有个交代的话，那必然将他千刀万剐。此二人公然反抗朝廷旨意，该杀！出了任何事儿，我赵灵一个人担着。上！住手！参见少帝殿下。赵林，我让你推动改革科举，你就如此推动的吗？少帝何意？科举乃是大梁的根，改革更是重大的事情。我虽然把此事交给你，但不是让你乱用权力，用血腥暴力的手段去残害文人。少帝殿下，您一定是听信了他的谎言，受了他的蒙蔽，才同意科举改革的吧？是呀，少帝，您一定要擦亮眼睛啊！这种乞丐出身的存在，怎么能让他把守身份证来呢？是啊，这不是想让我们大梁乱套了吗？少帝殿下，我等死不足惜，但求死得其所，
我们的心情就是大梁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意志。还请少帝陛下给我们读书人一个公道。赵莲，从现在开始，绝不允许你用任何暴力的手段去残害文人。如果你无法说服天下人，如何让天下人服你？少帝英明，不杀就不杀了吧。让你失望了。你莫不是以为你说你要杀了我们就会屈服？我们读书人的脊梁比你想象中的要硬。我们今日读书人雅聚于此，不欢迎你这个臭乞丐，赶紧滚！滚！滚！从不继续了。你刚刚说你的脊梁骨比较硬，是吧？你知道你为什么硬？因为我们满腹锦绣文章，墨染双袖，不与你这等凡夫俗子为伍，所以我们的脊梁硬。所以就是你们自恃神采飞扬，觉得很了不起呗。你别解释，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文采，所以我们和你不是一个境界的人。你们都是这么认为的？当然。那好，那我们就在此射泪。射泪，就是那便是我一个人挑战大梁全体文人，诗也好，词也罢，我一一应战，不管你们是车轮战还是群殴，我都照单全收。你们听到他说什么没有？他要一个人挑战我们这里全部的文人，这个乞丐简直是疯了！这何必呢？想必是他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吧。看到这小人嘴脸，应该是气糊涂了。佩服佩服，赵大人勇气可嘉呀！入戏太深，自己都信了。这里面随便挑出来一个，都是他不能所企及的。你是认真的吗，赵灵？你们逼逼赖赖完了没有？文人学者谓之君子，这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的话就放在这儿，你们战还是不战？你要战，我便战。但是如果你要输了，你要如何？要是我输了，这科举改革之事我闭口不谈，并且我主动向朝廷辞官，终身为乞。这可是你说的。但如果我赢了，我要你们三跪九叩，端茶敬酒，拜我为师，助我完成科举改革，任何人都不能再有异议。拜你为师，你也配？就是一个黄口小儿，也不怕闪了舌头。不敢了是吧？你们的风骨呢？你们的傲气呢？你们呀，就是一帮没有胆识的臭酸儒。你。好，我岳麓书院，我翰林书院秦钟，我庄飞扬，我柳青风也行了。我爷爷和张院长乃是当世大儒，无可厚非。还有慈圣庄飞扬、诗仙柳青风，这哪一个不是我们大梁的文坛顶尖？就凭你，我还真佩服他，还有在这稳坐泰山的勇气。难道这赵大人文采十分出众？那我倒是要好好看看。何必自取凌辱？好，那你们是一起来，还是一个一个来呀？我有一副对联，如果你能答上来，就算你赢。说，一叶孤舟，做了2-3个骚客，启动4桨5帆，经过6滩7湾，历尽8颠9斗，可叹10分来迟。就这，听好了。10年苦读，进了98家书院，抛去7情6欲，苦读5经4书，考了3番2次，今年一定要中。院长，这怎么可能？他面语不应该呀。答出来了，这就对上了，好像对的没毛病啊。不应该呀，爷爷，你可这么轻敌了，怎么能出一个这么简单的对子？哎，下一个，慢着，怎么翰林院的院长要当众耍赖？刚才我出题有点简单了，我再出一个。下一个，你，没关系的，爷爷，他只要输1次，他还是输。我来。
这次我不会像齐院长这么轻敌，我也给你出个对子。好，赶紧出吧，天有点热，我着急。听好了，烟锁池塘柳。好，烟锁池塘柳。张院长，你怎么把你岳麓书院百年未解之联给拿出来了？啊，只要对不上，那就是输。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对对对，五行联，每个字代表一个属性，连在一起就能构成一幅绝美的画卷，真千难万难。闹剧止步于此喽。烟锁池塘柳是吧？听好了，炮阵海城楼。炮阵海城楼，他，为啥？天哪，他竟然真的对出来了！这百年绝对就这么片刻前被对出来了吗？这怎么可能呢？他就是个乞丐呀！他怎么可能？妙啊！对了，如此的工程，我怎么就没有想过呢？赵大人又赢了。殿下，这赵林真有这本事？兴许是他运气好，刚好知道。此对百年难解，不是他说知道就能知道的。赵林，我与你朝夕相处1整年，我怎么觉得我才开始认识你？抓紧时间吧，下一个是谁？哎呀，张院长啊，你刚才还说我轻敌了，你看你这，我也不知道他能这么快就对上了。看来我们小太子出息干的，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看来我们要认真对待了。你就是诗仙柳清风是吧？天下人给的虚名而已。我看你也挺虚的，虚很适合你。你少废话，赶紧出题吧。我等文人皆是高风亮节、高处不胜寒之人，你懂什么？你懂不懂我诗仙背负这个名号要承担多少？你知道我内心有多孤独吗？孤独？那你可知道我的孤独？好，你我皆是孤独之人，那我们便以孤独为题，1炷香的时间作诗如何？依你。得嘞。我好了。人这么快？对，我就这么快。这人似乎并非草包，说不定这一出诗，不过这么短时间能出什么好东西？那行，我时间充裕，你先，我不着急。刘兄，可别在阴沟里翻了船呀！我作诗还是自信的。他这个人就是脑筋转得快。前几日在这国子监出了几道歪脑筋题，他就答出来了。所以对子，我想也是他擅长的领域。但是作诗得有情怀，有思想，才能做得出来。他要是能做出来一首打油诗，就不错。这作诗的话呀，柳清风虽然年轻，但是老夫也相当的佩服他。这还要取决于他年少时的经历。对于赵大人，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好了，诸位先莫要讨论，还是听赵大人先吟吧。少帝，你说的是，我们先听听赵大人能吟出怎样的诗句，也许他能让我等惊为天人呢。孤独，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2句开头感觉不错呀。我怎么有种不妙的感觉？好像还真能出一首好诗来。这不可能啊！大人莫急，这才2句而已。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赵林，你的内心竟然已经孤独到如此程度了吗？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此诗应为千古绝句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做出如此之诗？我是等你把诗做出来呢，还是直接下一？我说了，这赵林似乎很厉害呀。这何为天才？难道说的就是赵林赵大人吗？他竟有如此的文采，一句独钓寒江雪，
竟压过了当代的诗仙，就这么认输了。你们只把我当成一个靠着答题逆袭的小乞丐，丝毫没有文墨可言，就对科举制度夸夸而谈。可现在呢？现在结果就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还没有出题呢，你不要高兴太早。你就是慈圣庄飞扬是吧？名字跟个洗发水似的。你那首《采莲子》我听过，写的还凑合吧。还听说你在邻国还有些小名呢。你知道就好，所以我要和你比词。比就比，怎么比？只要你能做出一首超越我《采莲子》的词，我立刻拜你为师，并送上书修之礼。高招啊！这临时作词，可能还有一点几率让赵大人临时抱佛脚给赢了。但是让赵大人现场做出超过那堪称绝世佳作的《采莲子》，绝无一点希望。可之前那百年从未对出的对子，还有那首诗，二弟，奇迹不会一直发生下去。怎么，你不会是怕了，不敢接了吧？吓我一跳，我以为真要拜这个乞丐为师，那样的话，不把我张家祖宗给气死。赵莲，你已经证明了你自己，现在认输也没关系的。殿下说的对，赵大人，你已经很厉害了。我也觉得你已经很厉害了，不过要真的科举改革的话，我倒是可以研究研究。既然你无心再战，那就认输，辞掉你的官职，安心回家当乞丐去吧。谁说我输了？谁说我不敢比？那你倒是做呀，我也给你一炷香的功夫。嘿，好，我又好了。青玉案，妍希，东风夜放花千树，吹更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殿下，你怎么哭了？好诗，确实是好诗，而且我觉得赵大人这首诗是专门为您做的。赵灵，我不是不知道你的心意，只是我无法原谅你的抛弃。母亲她也永远不会允许你和我更进一步。对不起，赵灵，我们有缘无分。此时我已无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心情了。这读了一辈子所谓的锦绣文章，都白读了。今天无论是诗还是词，都让我看到了所谓的顶绝存在。这样的人能站出来推陈出新，你们在场诸位还有谁不服吗？还有谁不服吗？这难道是我真的老了？是天要塌了？我不是在做梦吗？不是做梦。秦院长，这你看，哎呀，咱们这是彻彻底底的输了。学生庄飞扬拜见老师，这是学生出生时父母求的百家所，还望老师笑纳。学生柳清风拜见老师，这是家传玉佩，赠予老师，还望老师不嫌弃。张子林拜见老师，秦钟拜见老师。我翰林院秦钟愿意交出院长之位，我愿交出岳麓书院院长之位。哎呀，这是做什么？使不得啊，使不得，可不能这样啊！不，我们是真心的想拜你为师啊！对，达者为师，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您的年纪小，我们就轻视你。我们也是。好，既然如此，
哎，老师，使不得呀！这家伙让人气了。使不得呀，老师。好，我答应做你们的师傅，但是我有一个要求，你们要帮助我推动科举制度的改革，因为我大梁需要更新鲜的血液。老师放心，我党定当全力推进科举改革。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哎呦，爷爷，哎呀，你的黄呢？锁儿来了。老师真是高风亮节呀！不但既往不咎，而且还……我们之前真的是太狂妄了。是。我们几人幸得恩师，咱们进一步说话，我们愿意听您的宏图。是，真的是。好。想不到啊，想不到，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文采。现在他的一言一行已被天下人所关注，影响力空前绝后。现在想要拜赵灵为师的人已经排起了长龙，没想到呀，拜他为师竟然成了当下最热门的事儿。三妹手里有这样的人，咱们兄弟俩离皇位可是越来越远了。怎么，这就放弃了？放弃还能怎么样呢？况且没了三妹，不还有大哥你吗？二弟，你果然没跟我齐心啊！齐不了的大哥，而且我也很清楚，与其你做皇位或者三妹做皇位，对我来说好像都没什么区别。更何况大哥北域兵强马壮，你若登基，那我这南王还怎么做呀？二弟，我愿与你划地而治理，你做你的南地，我做我的北地，将大梁一分为二，但同属一国，如何？大哥真愿意这么做啊？只要二弟全力助我。算了，口说无凭，哪怕我们两个是亲兄弟，我也不敢冒大不韪的风险去全力助你。你不相信我？这样，我这就准备诏书，将南边划分于你。待成就大业之时，你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大哥，此话当真？我这就准备诏书。这该买新的了，都皮了。最近辛苦你了，使不得呀！这里没外人，就别端着了。好，北域30万，南域15万，这45万在老大老二手中，我实在放心不下。这个是先帝为了制衡你，才把兵权留给他俩的。你能猜到也很正常，所以咱们得收回来。太师呢？他是什么立场？他可是三公之首，又是天下监军，他的立场很重要。你快别提他了。那余春秋是老皇帝的人，他对大梁忠心耿耿，他是不可能让大梁成为我的一言堂的。再说，我怎么不知道他在背地里想些什么？可要不是一言堂的话，那他们各怀鬼胎，那若许的皇位也不稳。那你觉得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要是他真的立场不对，我帮你解决。你小子够狠啊！那余家世代忠良，身怀铁券丹书，免死金牌。我若是动他，天下人必定诟病我，而且还会影响到若许。所以让我来最合适，让我来背负这个罪名。娘亲，是陛下。娘亲，赵林怎么在您请我？是我找赵大人来聊聊天的。你们二人慌慌张张，所谓何事？启禀陛下，北燕大军以寻人为由踏入我大梁防线。北王呢？北王奋起反抗，损伤5万人马，但依旧反抗无效。所幸战事在先，北燕派来使者，两国交手。赵大人，你认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是
北燕使者，这是我大梁少帝苏若雪，见到了你为何不跪？笑！你们大梁若是这种态度，那就没必要谈了。到时候我北燕铁军直接长驱直入，到时候谁给谁跪下，那还两说呢。大哥莫要激动，如今北燕铁骑军大势大，您又小败其手，还是莫要激动的好。我会败，若不是殿下让我强交半年的赋税，我拿这笔钱加强攻势，我会败。朝廷没有单独拨款加强攻势吗？还是说北王是在怪罪殿下呀？我没说。你说了。我没有。你有。赵大人，大哥说的也不全无道理。北域要面对大燕铁骑，现在又被其逼着还钱，就算攻势不影响，但其士气，所以才这也不能完全怪少帝呀。少帝也是听了某人的谗言罢了。哎，吕大人，如今赵大人的门徒遍天下，有些话您还是不要乱说的好。看来大家都心知肚明啊，我又没指名道姓，南王爷也听出来了，那老夫只能倚老卖老了。对，我说的就是赵大人。赵林如今势大，朝廷当中必然有许多人嫉妒，只要我们煽风点火，便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大哥所言极是，不如变成北燕使臣这件事儿，把赵林处理了。我已经有办法了。够了，都少说两句吧。今日还有重要的事要商榷呢。我不是来听你们吵架的啊！少帝是吧？现在你我两个国家正在交战，暂时停战了。现在，你现在给我们一个解决方案呢，还是说你们想继续打呀？如今我大梁示弱呀，这要是再打下去，恐怕当然不能打败，岂有此理！殿下，不用怕他们这帮蛮夷，您只要一声令下，我身先士卒，与他们战个不死不休。大哥，我们都知道您不怕北燕铁骑，但实力确实有差距，还望从长计议呀。三妹啊，三妹，看你如何收场。我刚才所说，会使意下如何呀？北王爷心真毒啊！为了敲诈自己的国家，甚至不惜搬弄是非。我北燕确实是打算入侵了啊，但是因为一直佩服北王爷，所以没入啊，没敢入。总之，到时候我会必做败事，而你趁机敲诈朝廷一笔，所到好处。我欺你三成。哎呦，这三成跟白送有什么区别呀？我当然是想要啊，但是我相信北王爷绝对有什么附加条件吧。我要赵林的项上人头。形势不对，赵林，怎么办？没事，有我在。小胖，你想怎么解决？很简单，只要你们大梁要是赔偿得起，此事就能谈啊！赔多少？1两，我给你2两，滚吧！1两草200万担，此事可谈。岂有此理！你狮子大开口啊，居然要这么多！殿下，您说什么都不能同意啊！若是不答应，万一北燕真的打下来，北燕使臣，你的要求可别太过分了。行，我可以打个对折，白银5000万两，粮草100担。但是
我有个附加条件。什么附加条件？我要一个名叫赵林的项上人头。你与赵林无冤无仇，为何要这样说他？此人妖言惑众，已经传到我大燕了。我大燕有不少人才想入你们大梁，拜他为师。我们大王说了，这个人他必须死。若是你们答应我这个条件，我北燕可以和你们大梁签署10年的免战协议，保证10年内绝不滋扰你们大梁边境。10年，10年呐！我大梁若能得到10年的喘息，这里的好处有多少，不用多说了吧？难道真的要处死赵大人？虽然这可以让我们大梁喘息一刻，可这欺人太甚！我大梁若是兵强马壮，赵大人，对不起了呀。哦，搞了半天原来是冲我来的呀！你早说呀！你就是赵林啊？啊！我还以为你长了个3头6臂呢，结果就一普通人啊！我倒是没长3头6臂，手回七十面。魏王爷，你刚刚说对不起我，是你承认打不过北燕？我没说，只不过我们跟他们还是有点差距，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不还是承认吗？我没有。不过你非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既然你打不过北燕，那还当什么北王爷呀？大胆！赵林，你居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话！我不配做这个北王，谁有资格做这个北王？当然是能打过北燕的人有资格做北王呀！我可是大梁皇子。原来你是仗着血脉，但是毫无建树，是个窝囊废啊！有什么用啊？我即便抵抗不了北燕，但这几年我一直把他们牵制住。你根本什么都没有经历过，就想免没我的付出，你算什么东西？哦，那也就是说，你亲口承认你打不过他们了。你这天下之子皆为臣子，既然臣子做不到自己分内之事，那换一个臣子便可。既然这北王爷抵挡不住北燕，那就交出你的兵权吧。赵大人所说，便是本少帝心中所想。既然大哥亲口承认无法抵御北燕，那就把兵权交出来吧。本少帝会另寻良将镇守北域。毫无征兆，毫无征兆，居然毫无征兆的就顺水推舟要收走老大的兵权，而且有理有据。完了，老大这是偷鸡不成，把命都搭进去了。成功让他们收走老大的兵权，那我恐怕就有难了。少帝殿下，老夫觉得这北王应该是一时失言了，而这赵大人没有必要上纲上线了。如果是北域的兵权轻易从北王手里拿走的话，恐怕会引起动荡。老臣也是这么认为。臣附议。精彩！你们大梁的人是真有意思呀！北王在你们大梁想必也是响当当的狠角色了。你们若是把他给换了，那我北燕将再无敌手了呀！到时候我北燕铁骑将直取你们皇宫。我现在得帮他说几句话，不然这次不但捞不到好处，还白来一趟。这家伙也是，竟然还被人将了一拳，哎，太失望了。那你的意思是，除了北王爷，我们大梁就没人能跟你们大燕较量一下了？当然。你很了解我们大梁吗？啊？而且为什么我觉得你说话在帮腔儿？我没有，我就是实话实说而已。你俩语气都一模一样，你说没有？还有啊，不止这个外国的小胖，我怎么觉得你们都在帮腔儿？难道是我的感觉出问题了？什么情况啊？赵林，你就这么想要我手中的兵权？倘若拿到这兵权，你能阻止北燕继续侵犯我大梁吗？我当然能，我当然能。你带过兵，打过仗，
能解决北燕与我大梁的艰苦问题。我要是能解决，你就交出兵符。我不。怂啊，刚刚不是还嘲笑我吗？好，我答应你。但是如果你达不到，不能完成，那就该赔偿赔偿，该杀我的头杀我的头，起码我的头还能减免你半的赔偿，何乐而不为？好，我答应你，但是给你1日时间，若你做不到，我便会亲自取了你项上人头；若你做到了，我便立刻交上兵权。好，但是你得先把兵符交出来，给一个中间人，我怕你到时候赖账。我绝对不会提前写什么文书，或者提前把我的兵符交出去。我知道大哥在想什么，我不做这个中间人。朝堂之上，你可选一个自己信任的人。若赵林做不到，兵权还是你的，他的性命你亲自取。大哥意下如何啊？大哥，不如这样，你将兵符交给太师大人。太师大人既是百官之首，又是两朝元老，一定会公平公正的。赵林现在把我架在火上烤，我若是不答应，恐怕此事难休。虽然他脑子好使，但北燕岂是那么容易乖乖听话的？这是一场豪赌啊！好，就这么办。这赵林，军令状以及兵符我已经上交。你若完成这军令状与兵符，便交于你手中。可是你若完不成，我会亲自取你的项上人头。老夫呢，其实并不支持你们这个胡乱的项目。不过，他事已至此，我呢也只好当这个公正人。少帝殿下，老臣并没有僭越的意思。无妨，太师大人有资格做这个中间人。谢殿下。走吧，小胖，跟我走。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凭什么跟你走啊？我走了。杨公公，带去演武场。胡闹啊！巴彦可是北燕的使者，赵林如此对待使节，这不是要把我大梁和北燕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吗？我们还是看看去吧。赵林，你和大梁如此无礼，我回去一定如实向大王汇报。就是你们大梁如此无礼，我们日美提起，直接被你们屠城。哎呀，这是做什么呀？怎么能把北燕的使臣绑起来呢？这听到我们事情闹大了呀，得赶紧把使臣放下来呀。是啊，赵大人一向很精明，这今日怎么就有点过了吧？这就是他说的办法，羞辱北燕使臣，这分明就是令矛盾更加激化。是啊，少帝，还是先把使臣放下来吧。赵大人最近新发明了一种武器，原本呢是想拉去北域与燕国较量一番，但今日既然使臣也在，便提前给你们看看吧。武器就是那黑黝黝的铁块。哼，怎么可能？这铁块又笨又重，难不成拿到战场上是撞城墙的？可北燕是游牧民族，根本没有城墙啊。至于怎么用，等下你们一看便知。你刚刚说要把你们北燕的铁骑直逼我大梁的皇宫是吧？对，谁杀了你？好，希望你一会儿还能这么硬气。开火！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莫雷斯火，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威力如此巨大呀！震天炮，准备，瞄准！别冲动，别冲动，冷静，别，一定要冷静。你说这个武器能抵挡住你们100万铁骑吗？你去老头说，不行，我回去绝对跟大王如实汇报。好好汇报。我们大梁不是打不过，也不是不敢打，而是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否则，一旦打起来，这些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全都出现在你们大燕的国土。我知道了，其实我们压根没打。哎呀，其实我们压根没打算入侵你们大梁边境，是你们大皇子苏建，他说让我配合他敲诈你们朝廷银两，我才这么做的。事后他答应我说是3期分账，我才过来的。你胡说什么呢？我们什么时候有这种事儿？反正我把话放在这儿了，信不信的就是你们大梁内部的事儿了。那滚！你们别搞错了，那家伙在色厉内荏，挑拨大家之间的关系的。挑不挑拨先另说，但是今日你这北王的身份，还有你的兵权，那是要稳住了。北王失职，无力镇守北域，今日起削掉北王身份，降为县王。1个月内不得离开京城半里，更不得与北域将士接触，否则视为谋反。降为县王，你有没有搞错？你凭什么？你又不是陛下，你有什么资格？好色！你以为这少帝的称号是白叫的？陛下不在，他就是陛下。怎么？难道北王想追究一下刚刚使者说过的话？微臣遵命。有劳太师大人做这个中间人，现在可以把虎符和文书交给我了吧？太师大人。少帝，恕我老臣反应迟钝。二弟，太师大人，你们怎么一路前来啊？哦，原来如此啊！太师大人，您一直支持的是他呀，隐藏的可真深呐！大哥呀，大哥，这回你可真是搬起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呀！居然稀里糊涂的把北域都给输了，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对抗三妹啊？还不是因为那个赵林，谁知道他如此犀利，还弄了一个什么威力巨大的武器，把那个北燕使者给震慑住了。现在一切都晚了。不晚。什么意思？你刚交出兵权，若现在立刻动身前往北域，趁三妹还没有收回兵权之前，拥兵造反，这真到这一步了？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也是我唯一的机会。这赵林手中那武器，你放心，我已经安排了5万精兵带全国百姓潜入了京城，到时候你我里应外合。女人之政，成何体统？缺点有算，竟然还不顾老婆的劝阻，要把这皇位传给自己的女儿。我看呀，该有个了断。好，我这就出发。
赵林、苏若雪，等我回到北域，必将卷土重来。到时候叫你们碎尸万段。你们什么人？知道我是谁吗？来抓你的人。赵林，大皇子呀，大皇子，我本来想放你一马的，那你倒是放了，放就放。放了。你刚刚说什么？你要回北境起兵造反是吧？我没有。来人，拿下！赵林，算你狠。希望大哥一切顺利，要不然这一局我们输定了。你哥苏建更不想输，而且他必然会卷土重来。不用等了，他在天牢里已经什么都招了。赵林，你什么意思？他是谁？我怎么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是谁？他是你大哥呀！他刚出城就被我抓了，我只是稍微动了点刑，他就把你们两个也供出来了。你安排南兵扮成百姓潜入京城，你们三个合谋造反，我说的对吧？这件事呀，这件事是我大哥逼我做的，这有他的文书，要不然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你早说嘛，有文书。哦，赵林，你竟敢损毁如此重要的证据！这些只不过是你的保命符罢了，没兴趣。赵林啊，赵林，没想到你连这一步都算到了，你脑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来人，拿下！我身为两朝的太师元老，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我忠情爱国，岂有背叛大梁之理？敏儿，你怎么来了？我爹早已跟二皇子串通，企图颠覆大梁的政权。二人来往的书信，我皆有凭证。敏儿，你怎么？对不起了，爹。为了保护余家，我只能做这个污点证人。不然以赵林的手段，即使你有丹书铁卷，也保不住余家。自己走。老夫自己走便是。女儿啊，把你娘照顾好，余家的上上下下都托付给你了。赵公子，恭喜了！恭喜！恭喜什么？恭喜你完成了自己的承诺。你说我不舍我，那就让我留在你身边，我为你披荆斩棘，扫除障碍。是，我的思想，我的弟子们已经继承了，我保护的那只雏鹰也该自己飞翔了。什么意思？你要走？你舍得吗？舍不得，也得走。赵林已经为若雪扫清一切障碍，这么快？替我谢谢他，顺便杀了我。若雪，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寝宫，所为何事？抱歉，娘亲，我是来逼宫的。逼宫，你可真敢呐！若雪，我是你娘亲，你当真要逼宫吗？赵林为我做了太多了，我不许您过河拆桥。我是为了你好，你可知道那人脑袋里面的知识有多么的可怕？他若想要你的皇位，你根本守不住，他必须死。
不行，赵林是我的人，他是为我而来的，我不许您这样做。现在我掌握了所有兵权、御林军以及您的护龙卫，您只剩下雅公公还有他的暗卫了，您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您放心交给我来做，好吗？我的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如此，我便可以将这大梁江山放心的交到你手上。玉玺、诏书早就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之所以没给你，就是在等今天。若雪，皇后的日子就靠我自己。国公贺陛下登基。平身。你们有人看到过赵大人吗？没有，陛下。陛下，这是赵大人给您的信。为什么？为什么？我都已经原谅你了，为什么你偏偏要在最后走？小兰，去把他给我找回来，一定要找回来！是，陛下。傻子，我的承诺我已经做到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所以我也该走了，我该继续寻找我人生的意义。你呢，也照顾好自己，照顾好你的国家。5年。